我们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斑马被豹子或者其他肉食动物追击捕杀的场面。大多数情况下，斑马最后都会成为捕食者的美餐。然而，许多朋友不知道的是，斑马时速可达60到80公里，它不仅跑得快，而且耐力也很好。那些不幸被捕食的，不过是群体里的老弱病残罢了。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斑马主要生活在非洲，它们是由400万年前的原马进化而来，目前分为平原斑马、山斑马和细纹斑马3个类别。平原斑马又叫草原斑马和普通斑马，是目前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类。它们主要生活在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的非洲大草原。它们长期被肉食动物捕猎，在逃亡过程中会不断地提高奔跑速度，是长跑的一把好手。它的身长在2米到2.4米间，肩高在1.2米到1.4米之间，平均体重可达350多公斤，是体型相对较大的一类斑马。它们喜欢群居生活，会因为缺少食物而进行迁移。山斑马数量较少，体型相对较小，身高只有1.2米。它们主要分布在非洲的西南部山地地区，在山林中群居生活，有较为明确的分工。在外出觅食时，它们有领队和哨兵，领队负责带领队伍寻找食物，哨兵则是观察四周的情况，稍有不测就会立即提醒队友逃跑。山斑马是最早被人类命名的斑马，但它并不适合驯养，因为它的体型太袖珍了。细纹斑马又叫格氏斑马和峡纹斑马，是人类最晚发现的斑马。直到非洲的阿比西尼亚皇帝在1882年赠送给法国总统格雷维一匹细纹斑之后，它才被人们所认识。这也是它叫格氏斑马的由来。它的肩高在1.4米到1.5米之间，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斑马，主要活动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南部至肯尼亚北部。细纹斑马最大的特点是条纹细长而密集，它和山斑马一样，数量稀少，属于濒危物种。除了山斑马体型较小，不适合驯化外，平原斑马出色的长跑表现和细纹斑马强健的体格都很符合驯化的条件。看到这里，有的观众朋友就会问了，那么斑马跑得快，续航能力还强，而且力量也比一般马更强劲，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把它驯化为人类所用呢？在这里，熊探长就来和大家讨论一下人类驯马的历史。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人类驯服野马已经有5500多年的历史。考古人员曾在中亚哈萨克斯坦的博台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马骨和带有马奶脂肪酸的陶瓷残片，这些马骨周围还有大量马的粪便，这些粪便是马被长期圈养的有力证据。专家认为，陶瓷上马奶脂肪酸可以证明当时的人有喝马奶的习惯，而那些被圈养的马并不是用于骑行，更多的是给当地人提供肉类制品。博台文化遗址是目前为止最早发现人类驯马的遗址，所以也有人说中亚是家马驯养的发源地。我国最早发现家马的骨骼是在黄河上游，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甘肃省永靖县大河庄齐家文化遗址发现了随葬的马骨。我国随葬文化中一直有随葬仆人和家畜的习惯，随葬马骨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驯马文化至少有3700多年了。博台文化遗址和大河庄遗址的发现，说明人类驯化野生动物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驯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人类是什么时候产生了驯化斑马的念头呢？斑马生活在发展较为落后的非洲，非洲原住多以狩猎的原始方式生活，它们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需要搬运大量的东西，训练斑马没有意义。最早训练斑马的时间是15世纪，欧洲殖民者进入非洲后，把他们的骏马也带到殖民地，本想在非洲大草原上驰骋千里，但由于当地气候干燥，许多马不适合当地的环境。因为非洲还有一种叫采蝇的害虫，它在叮咬马的过程中会传播锥虫病，这种病起初会让马昏睡不醒，最后直接死去。许多欧洲马就这样在非洲消失了。这时殖民者就把目光放在了非洲的斑马身上，他们发现斑马不仅能抵抗住蚊虫的叮咬，而且跑得快，重点是斑马身上的纹路很特别，让他们觉得很新奇。其实斑马特别的纹路不仅吸引了欧洲人的目光，而且还起到了保护作用。首先，这些条纹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的光线不同，
会把周围环境与斑马的形态形成一个模糊的景象，这样可以减少斑马被天敌发现的几率，这样就达到了保护作用。另外，斑马黑白相间的条纹可以减少蚊虫的叮咬。日本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找到6头奶牛，给其中的2头奶牛涂上白色条纹，剩下4头中2头涂黑，2头保留原始的颜色，然后观察它们被牛蝇叮咬的区别。在长达数小时的观察中，他们发现所有的牛都会被牛蝇叮咬，但是画着白色条纹的2头牛被叮咬次数不到剩下2种的一半。因此，科学家们认为斑马条纹可以避免50%的蚊虫叮咬。也正是这样的条件，让斑马备受欧洲人的青睐。他们认为所有动物都是可以被人类征服的，斑马也不例外。但他们忽略了一点，所有的征服都需要时间。要知道，人类祖先驯化家畜家禽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的家畜要在圈养的基础上繁衍很多代，其身上的野性才能逐渐消失，慢慢的才能驯化成功。比如猪就要在圈养10代以后才会慢慢的消除野性，而且驯化那些动物的时间较早，那时候的人没有时间观念，不懂效率，耗费时间的长短他们可能也不在乎。但15世纪的欧洲人不一样，他们追求高效率，想快速驯马成功，以这样的方式驯马必然是失败的。其实驯化斑马失败，除了人为原因以外，斑马自身的性格也是重要原因。首先，斑马十分容易受到惊吓，长期生活在大草原上，它对外界的风吹草动都有明显的感知。这样的性格特征在驯化过程中是很麻烦的，稍微有一些呵斥声，斑马就开始狂奔，而且不分方向，这样就加大了训练的难度，而且在训练过程中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其次，斑马的脾气十分暴躁，在险恶的非洲大草原能生存下来，斑马也有一技之长。在斑马遇到危险或是发怒时，它就会使出它的绝技后踢腿。在驯化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它就会重重地踢上一脚，这是常人不能承受的力量。就算是狮子被踢后，都会致使下颌严重骨折，甚至当场死亡。不仅如此，斑马没有家族意识，这也是难以驯化的原因之一。斑马的群体生活只是为了抵御敌害和获取食物。牛之所以能被驯化，是因为你只需要把牛家族的首领搞定，剩下的牛就会臣服。而斑马因为长期在野外生活，经常会遇到天敌，即使首领不幸遇难，剩下的斑马也会继续生活下去，所以它们只能被单个驯服，而且不能被驯化为家畜，为人类所驱使。还有，斑马的叫声十分扰人，在训练过程中经常会发出怪叫声，而且把它逼急了还会咬人，死死咬住不放。这样桀骜不羁的性格增加了驯化斑马的难度。在非洲驯化受阻后，殖民者把斑马运送到欧洲训练。英国有位叫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的人还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壮举。他是英国有名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他曾驱使4匹小斑马拉车在英国街道上招摇过市，一度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部分人误认为斑马已经被人类驯化了，但其实他驾驭年幼的斑马是因为自身力量不足，短暂的服从于人类。随着年龄的增长，力量大到能反抗人类，斑马的野性也会随之暴露出来。斑马驯化未成功，除了以上2点主要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出现了极端的驯马方式，漫长的驯养过程，很少有人能坚持下来。在上世纪70、80年代，津巴布韦国家公园还曾尝试训练斑马用于耕地和运输，但因为结果毫无进展，训练方式也极不人道，最终被迫放弃了。美国一位叫谢伊·英曼的少女对斑马很感兴趣，她自己也饲养并训练了一只斑马。据她所说，斑马的保持信息能力不如家马，而且它的注意力比较集中。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但最终在她耐心的训练下还是成功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例子就觉得斑马被成功驯化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欧洲殖民者对斑马耐心些，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连驯养的家马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训练斑马就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斑马不能被人驯服，更多的是成本太高，不值得花费精力。人类作为地球的最高主宰，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斑马也是自然界的一员，为何不一视同仁看待呢？
它们也有自己的天性，一些不合理的驯化致使它们天性泯灭，对它们不是一种摧残吗？你们觉得呢？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问50，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